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坚持早睡早起的女人往往有这些特征，很了不起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习惯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，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生活。那些日常中被我们忽略的小细节，往往在影响着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开始时能够做到早睡早起可能只是一阵子，但若能将其转化为一种习惯，那么这份坚持和决心都必然不可小觑。常言道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真正的难题不在于问题本身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持续的勇气和决心。早睡早起听起来不过是日常小事一桩，但真正能将其融入生活，日日坚持的人却是凤毛麟角。那些能够持之以恒、清晨起早的女人，心中定藏有不可动摇的力量，驱动她们无惧风雨，勇敢追梦。随着晨曦出现，她们以第一缕阳光为伴，掀开新一天的序幕。在时间的河流里，他们巧妙地将每一刻都化作宝贵，让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意义与价值。坚持这条路虽不易行，但每一步都闪耀着坚持的光芒，显得尤为耀眼。每一天都是24小时，有人选择让它在指缝间悄然流逝，而有人则紧握这份时光，步步为营，向着更好的自己迈进。此刻的安逸与放纵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欢愉，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牺牲更多美好为代价。美好之所以珍贵，正是因为它的难得与不易得。想要拥抱它，就必须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与汗水。记住，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美餐，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汗水与坚持。自律虽然不是幸福的万能钥匙，却无疑是通往幸福彼岸的最佳航道。自律之人心如明镜，深知所求为何，能力所及之处，以及为此所需付出的努力。当生活的迷雾被层层拨开，那些曾经看似复杂的难题也将一一找到解决之道。有了清晰的目标与方向，再加上不懈的努力与自律，幸福的曙光便会在不远处向你招手。早睡早起，那是生活的序曲，让身心在清晨的宁静中苏醒，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。清晨的鸟鸣，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都在告诉你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这样的你，自然精神饱满，容光焕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你脚下铺展。每个人的一天的24小时，如何利用，却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和深度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如何让自己的能力最大化，如何在同样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收获，这不仅是智慧的考验，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。早睡早起不仅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更让心灵得到滋养。新的一天，你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活力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和机遇。你会发现，当精神状态达到最佳时，思考更加敏捷，行动更加果敢，回报也更加丰厚。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，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，让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无限延伸。不要虚度光阴，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和价值。当别人还在沉睡时，你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；当别人还在狂欢时，你已经在享受宁静的夜晚。这样的你不仅自律，更懂得生活的真谛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只看到了表面的努力，却忽略了内心的勇气和决心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往往源于不同的选择和坚持。对自己要求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从早睡早起这样的小事做起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你会发现，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因你的努力和坚持而变得格外珍贵。由点及线，由线及面，
你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你的生活态度和个人能力。能够坚持早睡早起的人，必定能在生活和工作的其他方面保持同样的自律和坚持。这样的你不会随波逐流，更不会人云亦云，你心中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。对于未来，你充满了信心和期待。人的沉沦往往是从对自我的放任开始，日复一日的放纵如同细沙穿过指尖，悄无声息间，内心的勇气被一点点消磨，个人的能力逐渐褪色，对未来的憧憬也日渐模糊，生活变得如同机械般重复，每一天都像是行尸走肉，缺乏生气与活力，只是浑浑噩噩的度日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毫无激情与追求。然而幸福与不幸总是相互依存，世间并无绝对的不幸，唯有那些不愿付出努力的人才会深陷不幸的泥潭。美好的事物不会凭空降临，它们只属于那些拥有恒心与毅力，愿意为之不懈奋斗的人。女人绝非软弱无能的代名词，只要拥有足够的毅力与自律，以高标准鞭策自己，同样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那些坚持早睡早起的女性更是值得我们敬佩与尊重，在她们看似平凡的日常背后，隐藏着难以想象的勇气与坚持，是一颗永远向阳、永不言败的坚强之心。英国哲学家洛克说，自然给予人们的甘露是睡眠，生活中能够一觉睡到自然醒，那简直就是幸福的小确幸。可现实是，自从告别了婴儿期的无忧无虑，上学上班各种琐事接踵而至，睡眠时间就像是奢侈品，总是被各种事情挤占。说到女人的生活，真的是从一点一滴中就能看出她的生活状态。你看她的睡眠时间，那就是她生活状态的一面镜子。那些能够享受舒适睡眠的女人，早晨醒来，脸上洋溢的是满满的幸福感，就像是被世界温柔以待。而那些常常睡眠不足的女人，眼神里透露的则是疲惫和无奈，仿佛整夜都在与失眠作战。所以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你瞧瞧她几点起床就知道了。一，活得很劳累的女人起得很早。生活总是两面的，既赠予我们欢愉的享受，也让我们品尝疲惫的滋味。想象一下，当夜幕降临，一位女人带着满身的疲惫沉入梦乡，却又要早早迎接黎明的第一缕阳光。这样的日子无疑是一场持续的马拉松。婚后，有些女人仿佛化身为家中的超级英雄，日复一日地忙碌于家庭琐事之间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洒落，她们已开始在厨房忙碌，为全家人准备爱心满满的早餐。紧接着是帮孩子穿衣洗漱，送孩子上学，而丈夫的衣物与早餐同样离不开他们的细心打点。甚至他们还要忙于买菜，心中盘算着今日的一家人该吃什么。每一天的开始都如同一个无声的战场，等待着他们去征服。那些琐碎的事物让他们在夜深人静时也难以安然入眠，只能无奈地提前迎接清晨的寒冷。然而他们的心中却装满了对家人的爱与责任，即便再苦再累，也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还有的女人不仅要在职场上独当一面，还要兼顾家庭的温馨与和谐。她们的生活节奏更加紧凑，操心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们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与贪恋安逸。相反，她们总是以一颗坚韧不拔的心，默默承担起所有的重担，为了家庭与事业的双重丰收而努力奋斗。这些早起的女人或许会感到疲惫与无助，但她们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二，睡到自然醒的女人心态好。古希腊诗人荷马说，所谓睡眠，就是一旦闭上眼睛，不论善恶，切皆忘。心态好的女子，
她的夜晚总是温柔以待，睡眠深沉而甜美。在她看来，生活虽充满变数，却无一能将她击垮。她如同那不倒翁，无论风雨，总能优雅地站起。那些被命运眷顾的女子，她们拥有自由的时间，得以在晨光中悠然醒来。她们的心如同明镜，不为外物所动。工作与生活的节奏，在她们手中调和得恰到好处。她们对人生有着清晰的蓝图，囊中亦不乏积蓄，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雨。面对挑战，她们总是从容不迫，内心如春日暖阳，每一天都洋溢着欢笑与幸福。心态好的女子，身体自然康健，胃口好，睡眠也香甜。在生活的舞台上，她们以平和的心态化解一切烦恼。她们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未来的日子定会更加美好。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无论贫富，这样的女子都能凭借良好的心态一路攀升，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。而那份睡到自然醒的惬意，更是她们内心安宁与力量的最好证明。面对生活的种种，她们总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，懂得在忙碌与休憩之间找到平衡，从而激发出更高的工作效率与创造力。3. 早上不着急起床的女人，被人宠着。好命的女人天生就带着一份从容与自在，早晨的闹钟对她而言不过是摆设，因为她知道有人早已为她准备好了一切，无需她匆忙起身为琐事奔波。想象一下，何以笙箫默中的赵默笙与何以琛步入婚姻的殿堂后，两人携手前往他养父母的家。默笙本打算早起，用一顿温馨的早餐来赢得家人的好感，可何以琛却温柔地告诉他，时间尚早，让他继续享受美梦。他紧紧拥她入怀，两人在这温暖的怀抱中，直到阳光洒满房间才悠然醒来。默笙略带羞涩，但心中满是甜蜜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早晨正是何以琛对他深深爱意的体现。他尊重他的每一个小习惯，不愿让他因婚姻而失去自我，更不愿看到他为任何人勉强自己。好命的女人，是因为她身边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，这个男人视她为珍宝，不愿让她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分毫。他纵容她的慵懒，宠爱她的随性，只为让她在他的世界里活得更加自在，更加幸福。这样的女人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，因为她知道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为她撑起一片天，让她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英国诗人斯宾塞说，劳作后的睡眠，经过风浪后抵达港口，战争后的安宁，度过一生后的死亡，都给人以极大的安慰。生活中女人是否好命，从她几点起床看出来。若是女人每天必须早起，总是被生活所迫，不停地做着复杂繁琐的工作，对于自己得不到充足休息的状态无可奈何，会让她的幸福感降低。好命的女人能睡个好觉，不用着急早起，能从容地睡到自然醒，在很舒服的状态下迎接新的一天，安逸舒适，每天都会有饱满的精神状态，开心快乐。好命的女人会有人疼爱，有人包容她，偏爱她，每天会希望她能多睡会，希望她能放慢脚步，多欣赏身边的美景，不要太劳累，活得更加潇洒自在，让女人容光焕发。早睡早起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从个人感受出发，说说我认为早起的几大好处。1. 身体好，精神状态也好。曾经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熬大夜，睡懒觉，那段时间总会觉得自己迷迷糊糊的，脑子也不灵光，做事效率极低。我跟朋友形容过那段时间的身体状态，就是我走在路上，看到地上有10块钱，我都不想费力气弯腰去捡，数额再大一点我应该会捡的，
后来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就开始慢慢调整作息。毕竟工作挣不挣得到钱先不说，小命要紧，具体我也说不上来是哪一天有的变化。反正就是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突然发觉自己不像之前那样晕乎乎轻飘飘的了。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就是觉得身上开始有劲儿了，心情也慢慢好起来，觉得生活中开心的事情也变多了。身体状态如何，身体会有诚实的反应。2. 获得生活的秩序感和掌控感，主动早起，而不是迫于工作打卡或家务事而进行的早起，可以给自己带来一种生活的秩序感和掌控感。秩序感是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里，自己主动增加确定性，先做什么事情，再做什么事情，把一天中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摆脱混乱和无序的状态。虽然有时候计划会跟不上变化，但这不是干脆不做任何计划的理由。掌控感是指在身不由己的世界里尽量做到我命由我。确实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说了不算的，但是自己的生活多少还是可以掌控一下的。当你决定要早起，并且真的做到了，那你就会有一种我的生活我做主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也和自我效能感有关系，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事，且你做了，且你做成了，那你就会对自己有一种信心，你会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又扩大了一点点。之前有人问过我怎么获得自信心，我的感受是，自信就是自己给自己的，是在你自己真正去做这类小事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。3. 在一天开端建立良好的动态惯性。之前听人说怎么度过早晨，就怎么度过一天，怎么度过一天，就怎么度过一生。如果你早点起床，做了一些事情，在你忙完之后，就会觉得这一天才刚开始就已经有所收获。这种动起来的状态会给你一种惯性，让你觉得接下来的任务也都可以完成，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完成。比如你考试的时候，第一题如果做得很顺利，那你对后面的题目也会有一种信心。但如果第一题做得磕磕绊绊，甚至完全不会做，那你难免会对后面的题目有一种畏难心理，想着今天这场考试也太难了，干脆摆烂吧，明天再重新考一次算了。4. 或许可以帮你减轻工作的痛苦感。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幸福感多高多低，我说说我自己的例子。在我正式开始工作之前，我跟自己说，我不奢求一份完美的工作，但如果有一份工作，其他各方面都还不错，唯独需要我早点起床，那我就会照做。如果因为我自己爱睡懒觉，导致我每天急匆匆到了公司或单位，坐下来就觉得这工作真差劲，那我会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去调整的问题。相反，如果一份工作需要我8点起床，那我7点半起床就会稍微淡定从容一些。如果我再早一点，7点起床，那我就可以在早上就有一些自己的时间，读书、写字，或者是做点自己爱吃的东西。那我就会觉得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，我已经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，可以让我觉得我不用一睁眼就面对工作，不用火急火燎地去搬砖求生存。早睡早起不一定能增加工作幸福感，但是可以改善你对目前工作的负面印象。做好自身该做的，再去评判这份工作到底值不值得，可能会更准确。同时，睡觉对女性的皮肤也是十分有益的。晚上10点入睡是女性美容的时间，因为睡觉的时候皮肤的毛细血管循环会变多，分泌和清除的过程也会变多，因此加快了皮肤的再生。而且女性早睡，避免熬夜，让黑色素和皱纹难以有生存的机会。女性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其内分泌系统也恢复正常，痘痘肌肤也就很难形成。5. 排毒养颜还护肝。女性的身体是最经不起熬夜的，因为人们在休息的时候
身体会进入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，给身体充分的时间清扫出体内的毒素，排毒排得顺畅，新陈代谢也就顺畅。女性新陈代谢快了，肝脏功能好了，身体自然也就变得更好了。6. 提高自身免疫力。在婴儿时期，宝宝们就是通过早睡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。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样的，女性早睡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，抵御侵入，减少患病率。当然，还要特别强调在生理期的女性，充足的睡眠也可以让女性在经期预防感冒等疾病。7. 快乐感更强。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人可能深有体会，每天都要靠闹钟反复叫醒好几次才起床，熬一次夜，第二天就疲惫不堪。而且如果坚持1周这样，脾气也会变得暴躁。由于早睡的人有了充足的睡眠，每天早晨醒来都精神抖擞，心情也会比较好，脾气自然而然也会和缓不少。8. 缓解焦虑，对抗压力。早睡让女性更加快乐，这样快乐的心境让女性在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多了一份淡定。同时，早睡早起可以让人更好地管理时间。早睡早起的女性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时间不够用而产生巨大的焦虑。所以说，女性早睡有缓解焦虑和对抗压力的好处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